我叫吕薇，跟朋友合开了一家江西小炒店，一年流水700多万，账年底一算，结果分红只给了我1万，我累死累活干了1年，现在就分1万。先别急，你先看看这个劳务合同。张强，咱们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咱俩一起盘下这馆子，我出技术，你出钱，利润5-5分。当初，李薇，白纸黑字写着呢，劳务合同。你是我请来的厨师，你说合伙，那合伙协议在哪儿呢？你当时说先签劳动合同，等生意上了正轨再补签。薇薇，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亏待你了吗？你这1年每个月工资也没少拿吧？这1万是年底奖金，招牌、店面、装修哪一样不是我掏的钱？而且你一个女的在外面能赚这么多吗？这店从第1道菜到现在所有的招牌菜全是我研发的。那又怎样？手艺是你的，店是我的，没有我这个平台，你在哪儿颠勺？路边摊？路边摊怎么了？就算在路边摊，我一样能干出成绩。喂，我想租一个路边的摊位，要能办临时备案的，餐车、健康证、油烟净化这些我都可以按要求补齐。回来了，张强给你结了多少？这不都在这儿呢吗？1万，1年就1万。张强说了，我是他请的厨子，这是年底奖金，平时工资另算。不对啊，当时不说是合伙5-5分账吗？现在怎么又变了？行了，嚷嚷什么？签了字就得认。你说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认了吧。认？凭什么认？我这就去找张强，问问他良心是不是被吃了。妈，别去。闺女，你这1年都累成什么样了？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想好了，回去跟强子。我不回去了，我要在夜市摆摊。摆摊儿？我问过了，夜市那边有便民流动摊位，可以先做临时备案，手续齐了就能摆。去街边摆摊儿，你让人怎么看？张强说没有他的平台，我只能蹲路边摊儿，我偏要让他看看路边摊儿，我一样能干起来。那本钱呢？摊位、食材、锅灶拿着吧。姑娘，这车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外壳丑了点，灶台、排烟管、油烟净化器全都还能用。以前就在夜市便民点摆过，手续也能变更。多少钱？8000。3000。你这砍的也太狠了。5000，不墨迹，我马上把车开走。得，成交。好。薇薇，下个月有个本地美食节目要来店里拍，那个赣味12鲜火得很，我跟导演都对好了，重点拍后厨。你把辣椒炒肉、梨蒿腊肉、粉蒸肉这几道好好备着，镜头感弄足点。这儿怎么支了个破车？挡道不？还是个女的在捣鼓。这破车风一吹都快散架了吧？哎，妹妹，搁这吃灰都没劲啊，要不跟哥走，保准比你在这风吹日晒强。薇姐，薇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薇姐，强哥正找你呢，说明天那节目组要提前来看看。你这到底闹哪样啊？我现在这儿挺好，透风。哎呦，我的亲姐，这离店就几10米，你在这儿支摊儿，这不是当街打强哥的脸吗？他脸大，不差这1巴掌。你连摆摊手续都办齐全了。这炒饭1份多少钱？刚开业，按便宜的算。给我来1份。师傅，这是个什么摊子？这香味我大老远就闻到了。刚开张的小炒盖饭，太香了。给我来1份辣椒炒肉盖饭，多放点辣。好嘞。肉片边缘带着焦香，辣椒的清香被猪油一逼，完美的融合，包裹在每一粒米饭上。最可怕的是这火候拿捏，多1秒焦苦，少1秒不香。好吃，你这手艺绝了！有没有兴趣上电视节目？
上电视？我这小摊儿上什么电视？我叫周蓉，赣卫12仙的外景导演。我们下周要拍一期街头美食特辑，正缺一个有故事的摊主。赣卫12仙，怎么听过？听过，考虑考虑。巧了，明天我们也要去对面提前看场地。不过刚才这口饭，倒让我更想拍你。别考虑太久，名额就1个。薇薇，今天怎么不接电话？忙什么呢？有事儿。嘿，这语气还在为那1万块生气呢。行，我的错。这样，明晚7点，盛世会所318包间，我请你吃饭，好好聊聊。不必了。别啊，我再给你补一笔年终奖，行不？好好谈谈，有话好商量。我考虑考虑。来，坐。今天这顿我特意点的你爱吃的。薇薇，上次那事儿是我不对，1万块确实寒碜了，哥承认。你叫我来就为说这个？我想了想，给你涨到8000一个月，怎么样？明天节目组提前看场地，下周就正式拍了。那几道招牌菜还是得你来稳。薇薇，强哥这条件够意思了吧？外面开店的厨师月薪能有这个数的有几？就是啊，薇薇你。李薇，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一个女人在强哥店里干了1年，那是有牌子罩着你，你出去了能挣几个钱？一个女厨子到了外面还不是从零开始，受人白眼不说，没有平台，你那手艺说难听点儿，就是给路人炒个快餐的命。这道菜不行，换一个。进去了。后厨那边让薇薇自己盯着就行，不用再请人了，省一份工资。你刚才说一个女厨子，实话实说嘛。他就那嘴，薇子你别往心里去。来，喝酒，咱好好谈。哎，薇子，你……哎，薇薇，你站住！怎么说走就走呢？翠花那人就那样，你跟她计较什么？松手！别呀，哥跟你交个底，8000是少了点儿，但我给你提成啊。下个月赣卫12仙节目组就过来了，那可是全省直播，导演点名要拍咱们的招牌。所以呢？你想想，到时候镜头一给，你这大厨不就出名了吗？这时候你要是撂挑子，那不是断哥财路，也是毁你自己前程吗？做人得往长远看，财路是你的，前程也是你的。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现在回去准备准备，那几道主打菜的秘方再精进，成不？那期节目你自己上吧。你说什么？我自己上？我哪会炒菜啊？你不是说没有你的平台，我手艺就是路边摊吗？那你这个大平台自己想办法去。李薇，你少在这儿摆谱，离了你，老子照样能把店开下去。李薇，你少在这儿摆谱，离了你，老子照样能把店开下去。你个臭摆摊的，等节目播完，我看你上哪儿哭去。这摊子才开几天啊，天天排队。你没吃过，吃一口你就知道了。这现炒盖饭比对面那饭馆强10倍，而且还便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拉黑我！李薇，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行了，砸给谁看啊？没了他李薇，地球还不转了。下周节目组就进场，没他那个招牌菜，我拿什么应付直播？正好趁着机会把他彻底踢出局，随便找个听话的厨子，把他的方子拿过来，不就结了？方子全在他脑子里，那就找人去闹。路边摊最怕查手续、查卫生，证件再齐也能挑出毛病。对了，我美容院那卡里没钱了，你再给我充200万。多少？200万啊？怎么嫌多？我这张脸还不是为了给你撑门面？门面店都要黄了，你还撑门面？这2年你花了多少了？张强，你长本事了，没我娘家当初那笔钱，你上哪儿开这家店？
钱都是我挣的，没我点头，你一分钱也别想拿。这家你要是待不下去，就卷铺盖给我滚蛋！连着来3天了。第1天，辣椒炒肉盖饭，酱油是你自己调的。昨天梨蒿腊肉盖饭，你用的是鄱阳湖野生嫩梨蒿，香气比普通菜场货冲。今天这个小炒黄牛肉盖饭，用的是丰城黄牛肉，拿本地米酒去腥提鲜。你是导演还是厨子？我爷爷是赣菜老师傅，灶台边长大的。老板，快点啊！火候够了，但牛肉腌的时间短了2分钟，纤维没完全松开。路边摊的条件能做到这步已经很不错了。上次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一个摆摊的上你们那节目合适吗？你知道这期节目的主题叫什么吗？一口入魂。你这摊子最贴合这个主题。上节目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说。那期节目我要和大强饭馆同一天录。有意思，我答应你。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关机！敢他妈挂我电话还关机！强哥，那个今晚散客少了一半，好几桌看了菜单，又去对面排队了。滚！没客人不会去拉吗？李威，你真以为老子离了你赚不了了吗？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今天亲自去把你绑回来！别挤，别挤，别挤！我排了1个小时了。这香味绝了，难怪对面那家大饭馆的散客都跑来排队。李威，你他妈在这恶心谁呢？开业价，放心，不贵。吃个屁！你干什么？有病吧？滚蛋！这没你们的事儿。电话不接，微信拉黑。李威，谁给你的胆子把摊子摆到我家门口来的？怎么，马路是你家开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逼我妥协。哼！老子告诉你，明天节目组就定人，你现在乖乖把灶台给我搬回后厨去，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说了，你的平台我高攀不起。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威，跟我玩硬的是吧？行，你有种！喂，城管大队吗？喂，城管大队吗？我要举报，斜对门巷子口有人无证经营，严重堵塞交通，对，影响极其恶劣，你们赶紧过来。李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你那点手艺屁都不是。哎呀，这要是被收了摊子，以后去哪儿吃这么正宗的江西小炒？说完了，你就等死吧你！我看你这破车今天怎么收场！就是他，占道经营，还没证。谁是摊主？我就是。这是我的流动摊贩临时经营许可证，还有巷子内部的合规摊位申请表。证件齐全，这位置也是规划内的便民点，没有问题。不可能，这玩意儿没半个月上不来，他才摆几天？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倒是你，大强饭馆占用人行道摆立拉牌，那才叫占道。你是那家店的，正好把那牌子收了。之前就警告过你们，这次得给你开一个罚单。不是，我。喂，哎呦，是我小张啊，没别的事儿，就是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最近附近居民意见特别大，
天天说我餐馆对面那餐车油烟呛人，再这么下去，真要有人投诉到媒体上面去了。加上这不是电视台要来我们这儿拍摄节目，到时候因为这个小事影响市容市貌，也是增加您工作负担，不是？有正规手续吗？手续是有，但那地方紧挨老小区下水道口，卫生到底达不达标，谁也说不准。按群众如实反映，我们会带执法部门去实地检查。哎，好嘞，好嘞，麻烦您了，王主任，您忙您忙。小刘，就对面那摊位，卫生问题、油烟问题，你用自己手机实名投诉，记住，别说跟我有关系，投一次不够，隔几天再投，换个角度，噪音、占道、食品卫生，能想到的都投，多投几次，市检9那边才会重视。李威，你有证是吧？老子倒要看看，你的证能不能保住你的饭碗。谁是老板？我是，有什么问题？近期陆续收到多份针对你这个摊位的实名投诉，涉及油烟超标、卫生隐患等问题，按规定需现场核查。我这车装了最新的油烟净化器，不信你们可以测。净化器有没有定期检测记录？这里的油垢清洁频率是多少？用水来源有没有接水许可？我这都是每天清洗的。多项书面材料不完整，现场存在潜在卫生隐患。根据相关规定，先行采取停业整改措施，整改期3天。不是，老板这挺干净的呀，咱们天天吃都没事儿。依规核查，请配合。整改多久？3天后会有相关人员来复查，合格之后恢复经营，不合格将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强哥，3号桌又退菜了，客人说这肉跟嚼橡皮似的。你怎么炒的？辣椒炒肉都炒不明白。张老板，我以前只是个配菜的，是你强要我上的。李威以前一个人扛得住，你连1道都搞不定。那你找李威去啊，这活我不干了。又跑了，这第几个了？第3个。行了，我来。劳务市场那边我有人，保证给你找个靠谱的。这位是老陈，以前在省城5星级酒店干过。张老板，你放心，干菜我闭着眼都能炒。呸！这什么玩意儿？腊肉是死咸的，梨蒿都炒糊了。就这你还在5星级酒店干过呢？我以前确实是在5星级酒店里收拾油烟机的啊！滚！快给我滚！主任您好，省台赣卫12线外景导演周荣。原来是周导，请坐。大驾光临，有什么指示？只是不敢当。我是来咨询上次咱们执法部门给这位李老板的摊位贴封条的事情。啊？这位李老板证件齐全，经营合规，我待在他那儿吃了3天，从食材到卫生，比你们这附近90%的大饭店都干净。这是净化器定期检修记录单、接水许可证以及每日定期清理油垢的工作记录本等相关证件。叫老王来我办公室一下。主任，您找我？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不是说等复查通知吗？情况特殊，我们下周的节目要在全国直播，所以今天带了相关证件以及许可证来咱们街道办报备一下。老王，你带部门同志去核实相关证件。收到，这就去核实情况。2位请坐，稍等情况核实。麻烦您了。主任，经过部门同事审核，李威提供的检测报告、许可证等相关资料均被证实无误。周导，原本按照相关流程需要3天复核具体情况，但是鉴于目前特殊情况，稍后会有同事给你们开具合格通知书，明早可正常营业。预祝节目拍摄顺利，我们街道办一定全力配合。那就麻烦主任了。我就说这老板的小炒盖饭质量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真好吃。强哥，第4个厨子也走了。咱们后厨现在乱成一锅粥，连个备菜的标准都没有。后天省台可就来录节目了，要不咱们还是去给薇姐服个软儿。我去求他，他算个什么东西？滚出去！
行了，天天发什么疯？办法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做餐饮现在拼的是品牌和标准化。周鼎供应链旗下，你疯了？那不就是预制菜吗？赣味12鲜要拍的是现炒，要是被看出来，咱们店就彻底完了。脑子呢？观众隔着屏幕能闻到味儿。我已经联系好厂家了，咱们菜单上所有的招牌菜全套料理包，明天一早就送货。那炒菜的过程怎么办？周导点名了要拍后厨，买2台最新的自动炒菜机，到时候把门一关，料包往机器里一倒，3分钟出一锅。你换上厨师服端出去，让摄影机只拍成品，然后再随便切几个你在外面装模作样颠勺的特写镜头不就行了？这叫科技改变命运，懂不懂？这能糊弄过去吗？特妈的，还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啊！那是，我托熟人找的省城最大的中央厨房，背后还是周鼎供应链。这2台自动炒菜机，投料、加热、翻勺全自动。愣着干什么？把所有料包全部撕开，装进没有标签的透明保鲜盒里，动作快点！强哥，这要是明天录节目被省台的人发现，我们店可就完了。你咒我是吧？门一关，谁看得见？机器炒出来的也是热乎。我不说你不说，谁知道是预制菜？喂，李经理啊，对，我是张强。明天一早的那50箱加急单，千万别耽误啊！一定要在9点半之前送进后厨后门。好，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李威，你个臭摆摊的，拿什么跟我斗？怎么了，李总？周导，我这儿有件事儿，你肯定感兴趣。什么事儿？我这儿刚接了一个加急的订单，下单的正是你们要拍的那家大强饭馆。不过你也知道，我们速达现在挂在周鼎供应链下面，按理说客户信息不该外传。哦，有这事儿？他们下了多少单？50箱招牌菜料理包，全是深加工半成品，微波炉一打或者机器一炒就能出锅的那种。定金都付了，明早9点半准时送后门。行，谢了李总，回头请你喝茶。连夜订预制菜，有意思。各位观众，我们今天来到了这家附近有名的赣菜饭店大强饭馆。张老板，听说您家的辣椒炒肉是周边一绝。那必须的，我们用的是本地散养黑猪，螺丝椒现摘现炒，火候都是我自己把关。光是这摆盘就很有诚意啊。这段先别录。陈老师，怎么了？味道有问题？不，就是想换个角度重新拍一下。张老板，我多嘴问一句啊，这道辣椒炒肉底味是统一配比的，料包调的吧？陈老师，您开玩笑了，我们这都是现炒现做，哪来的料包？我做美食节目8年了，料包出来的菜有个特点，每一块肉的咸度完全一致，没有任何锅气的层次变化。陈老师，可能是今天新来的厨子火候没把握好，我亲自去后厨再给您炒一份。我们这期节目的亮点就是拍后厨实况，观众最爱看的就是大厨颠勺那个劲儿。要不咱们现在就进去？后厨现在有点乱，要不等我收拾一下？不用，越真实越好，观众就爱看原生态的东西，对吧，陈老师？走，去看看。各位老师，后厨油烟大，我怕熏着你们的设备。我先让人开窗通通风，你们跟上。张老板，这就是您说的本地散养黑猪，螺丝椒现摘现炒。我靠，预制菜，我花68吃一盘料理箱，拍下来。你别看我。张老板，这期节目我们没办法继续录了。
陈老师，您听我解释，这就是个误会，那机器是备用的，我们平时……张老板，我劝你现在最该操心的不是节目，是你门口那些拿手机拍的客人，你这是欺骗消费者。你给我站住！好主意，你的好主意！你自己拍板同意的，现在赖我。机器别关，跟我走。巷子口有一家真正值得拍的东西。架机器这儿。这位是李威，大强饭馆那几道招牌菜真正做出味道的人。原创者。李威，机会来了，你准备好了吗？拍吧。各位观众，我们临时换了一个拍摄地点。这位李威师傅在巷子口开了一个流动餐车，据说他才是刚才那家饭馆所有招牌菜真正的研发者。李师傅，方便介绍一下你这道辣椒炒肉的做法吗？做法没什么稀奇，本地黑猪肉肥瘦分开，肥的先煸出猪油，瘦的用老抽抓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温度，锅边起青云，油声发紧的时候下肉，早1秒没锅气，晚1秒肉就柴。您尝尝。太不可思议了！猪油的浓郁脂香和螺丝椒的香辣完美融合，酱油的味道也很醇厚，这根本不是任何机器和料包能复刻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这才是真正的一口入魂。李师傅，你这手艺完全有资格作为我们赣味12鲜的头牌故事。完了，全完了！家人们看见没有？赣味12鲜同款原生态小炒，真正的一口入魂。主播排了2个半小时，终于闻到味儿了。啊，就这锅气，绝了！对面那吃预制菜的破店，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去，可不是嘛？花大酒楼的钱吃机器热的预制菜，这不是拿人当傻子吗？还是这实在？微微，你猜今天这半天咱们收了多少？多少？12000！这1个月下来，比你在张强那个1年拿的都多。这才刚开始。微微，爸以前说错了，不是摆摊丢人，是爸眼皮子浅。马总，您听我解释，网上的节目都是恶意剪辑，我们真不是预制菜。喂，强哥，又怎么了？李局长家下个月的寿宴退订了，还有周末那3家满月酒的包桌，刚才也打电话说要取消，连带之前交的定金全要求退回。全退？那可是60多桌。客人们说，他们看了节目，说丢不起这人，要是吃出毛病还得担责任。都给我滚出去！强哥，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工资？店都要没了，哪来的工资？不干的都给我滚！我订了下午3点去三亚的机票。你说什么？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字了，这店归你，车子房子归我，公司的账上还有200多万，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刘翠花，你可真会算！现在出了问题，你想跑了？你自己蠢，怪谁？我蠢？要不是你天天拿钱去填你这个无底洞，我至于走这步吗？我懒得跟你废话，字签了，好聚好散。把我的钱还给我！强，你可放开我！钱，把我的钱还给我！你弟买房的钱，你妈打牌输的钱，这些全是我的钱。那是你欠我们家的。我欠你家的，我不欠任何人。今天你不把钱留下，你哪儿也去不了。张强，上个月20万的货款，你今天必须给我结了。王哥，你听我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紧？我看你是想赖账吧？网上都传遍了，你这破店马上就要倒闭了，钱都在他手上，你们去找他要。今天不给钱，你们谁都别想走。哎呦喂，王哥你撒手，我的肉都被你掐紫了，钱真不在我这儿，你找那个死鬼要去。谁是负责人？接到多起举报，怀疑你们餐厅使用劣质食材和过期调料，请配合检查。误会，这都是误会。我们在后仓发现大量无法提供进货票据和检疫证明的食材，部分食材的储存环境严重不符合卫生规范，存在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这叫误会。
这些散装油没有进货照据，调料批次也对不上，后仓几箱过期库存还被重新贴了标签搬进操作区，来源说得清楚吗？这叫误会。薇姐在的时候，采购都走固定供货商，票据齐全，批次保质期1天一查。她走以后，强哥为了压成本，后厨全乱了。新来的采购我们劝了也没有用。我不知道，都是下面人贪便宜乱买的。你是餐厅负责人，进货查验、太账记录、食品安全管理，责任逃不掉。涉嫌食品卫生重大安全隐患，即日起停业查封，等候进一步处理。心真黑啊！预制菜就算了，还给咱们吃过期的，呸！活该倒闭。链子我拿走了，抵债，剩下的明天我上你老家要去。张强，你真行，老娘跟你折腾这么久，最后一根毛都没得到。200万，你兜里那200万呢？早填了我弟那个烂摊子了，你指望我，你也配？刘翠花，你回来！你个臭娘们儿！李老板，这铺子虽说旧了点，但位置正对着巷子口，也就是你，换个人这个价我真不租。墙皮得重新刷，烟道也得改。行，都依你。哎，对面那大强饭馆昨天彻底搬空了，听说张强连最后2台炒菜机都抵给债主了，你不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平台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这把锅铲打出来的。李老板，刚接到通知，赣味12鲜年度10佳味道评选，你的小炒全票第1，这可是全省头一份。恭喜啊，李首席，还没挂牌呢，叫早了。你是李薇女士，我是周鼎餐饮集团的法务顾问。法务顾问？没错，我这次是代表集团来向你索赔的，你那几道招牌菜的配方、工艺流程和商业化使用权益，已经在上个月被张强转让给了我们公司。放屁！那都是李薇自己做出来的手艺和配方，张强凭什么转让？他在转让书上按了手印儿，且合同显示这些配方和工艺属于他在职期间形成的职务成果。李女士，如果继续在旺季江西小炒经营同类配方体系，我们将以侵犯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起诉你，赔偿金额大概在300万左右。这份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是上个月15号，李薇那时候已经离职3个月了。周小姐，我建议你仔细看第7条，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利用甲方场地、食材、设备、人员及经营数据形成的菜品配方、菜单体系、标准化操作手册等经营成果，权益归甲方所有。我没签过这种条款。李女士，这是你当年入职大强饭馆时签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最后一页你的签名、你的手印儿，要不要核对一下？这合同我签的时候只有2页，现在怎么变成5页了？合同原件在我们集团的保险柜里，随时欢迎司法鉴定。不过我提醒你，鉴定周期至少3个月，这3个月里你每卖出一份菜，我们就多一笔索赔依据。你们这是栽赃！张强把不属于他的配方和工艺卖给你们，你们就敢接？周小姐，商业行为讲的是契约，我们是善意第三方，合法受让。至于张强和李薇之间的恩怨，那是他们的事儿。姐，这活还干不干了？别慌，合同造假是刑事犯罪，他们未必敢挣脱到鉴定。李女士，我们给你3天时间考虑，要么停止经营这些菜品，要么法庭见。对了，我多嘴一句，周鼎集团在本市有47家连锁门店，如果官司开打，光律师团队我们就能排满你这条街。好好想想，不值当。老板，那个我们先收工了啊，明天再说。李薇，你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拍照留底？那时候我对他无比信任，签个合同还留底。那你确定当时签的只有2页？我又不是瞎子，2页，1页基本信息，1页薪酬条款，根本没有什么配方工艺权益4个字。你看这儿，第3页的纸张边距跟前2页差了2毫米，字体间距也不一样，后面3页是后加的。能证明吗？能，但需要时间。问题是他说的对，鉴定至少3个月，这3个月你不开业，装修的钱、房租、食材全砸手里，开业他就有理由告你。你帮我查查周鼎餐饮集团是什么时候跟张强搭上的，我也去找找以前的试菜记录和老供货商。你是怀疑张强欠了一屁股债，连店都保不住了，
这种时候突然有人花钱买他手里一堆废纸，不觉得太巧了吗？所以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你。谁会花钱买一个倒闭饭馆的配方工艺权益？除非他们要的不是菜，是堵我的路。办妥了。3天期限，以他现在的资金状况，打不起官司。那个女导演呢？省台的周蓉有点棘手，她在媒体圈子人脉不浅。一个路边摊炒菜的，上了一期节目就敢开店。如果他开业了，附近那家店散客直接要腰斩，食客全要跑去排他那儿去。所以这笔买卖值。张强那份合同花了15万，如果能卡住李威3个月，我们的中央厨房旗舰店刚好赶上开业。3个月不够，我要他彻底消失在这个市场上。好的。通知法务部准备起诉材料，另外把张强给我找来，他还有利用价值。张老板瘦了不少。你们找我什么事儿？赵总欣赏你，想再给你一个机会。我现在这样还有什么好欣赏的？你手里还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什么东西？您看我这一身行头，也不好去找赵总谈事情，不是？挂脖子上，别丢份儿。你可是我们的合作人啊！跟我来，坐。张老板，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赵总，您有话直说吧。爽快，我喜欢。李威那几道菜的配方，你手里有没有？配方那都是店里做出来的东西，店是我的，可细节都在他脑子里。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原件，我问的是你跟他一起干了1年，他炒菜你在旁边看着，你能不能把步骤、用料、比例全部默写出来？大概能写个7、8成。够了。我的中央厨房有全国顶尖的食品工程师，7、8成足够还原。你把配方写出来，我给你50万，外加我们集团旗下一家门店的店长职位，月薪2万，5险1金，干股5%。50万现金转账，配方验收合格，第2天你就上岗。赵总，我有个请求。说。李威那边，我要他再也翻不了身，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管把配方写出来，剩下的事儿，王才。明白。签了这个，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回去好好写，越详细越好。3天后王才去拿。对了，李威那个女导演，跟她什么关系？周蓉，周蓉，她好像是帮李威牵线搭桥的，关系挺近。查一查他，媒体人嘛，总有软肋。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查到了，周鼎餐饮集团去年刚收购了本市3家老字号干菜馆，全部改成中央厨房供应链模式。他们的扩张计划里有一条，2个月内在你这条街开一家标准化旗舰店，所以我就是他们的绊脚石。不止，你那期节目播出后，原生态手工炒直接成了流量密码，他们的中央厨房模式被你趁得一文不值。他们不是要抢你的菜，是要灭你这个概念。3天，他只给我3天，你打算怎么办？你能不能帮我联系陈宁？陈宁，你想？他们要打官司就打，但打官司之前，我要让全省的人都知道，周鼎集团用一份伪造的合同逼一个手艺人关门，还想把我的配方工艺说成他们的商业秘密。舆论战，李威，你想清楚了，周鼎集团的公关团队不是吃素的，你一旦开打，他们会往死里整你。想清楚了，那你得做好准备。你有没有什么会被人抓住的把柄？我一个炒菜的能有什么把柄？你确定？前科、债务、感情纠纷，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是我，周蓉。有个大料，你感不感兴趣？比上次那期更炸。辣椒炒肉，
肥瘦分开，肥的先煸油，瘦肉老抽抓匀，320度，不对，是300度还是320度？喂，写的怎么样了？赵总催了。快了，有几道菜的火候细节我再想想。张老板，50万可不是让你想想的，后天我去拿不到东西，协议作废。320度，是320度。合同后3页是伪造的，纸张编剧、字体间距全对不上，但司法鉴定要3个月，他们就是吃准了这个时间差。周荣，你知道我做这行的规矩，我可以报道事实，但不能替任何一方站台。我不需要你站台，我只需要你把周鼎集团用一份来源存为的合同威胁个体经营者的事实爆出来，真假让观众自己判断。周鼎集团去年给我们台投了800万广告，所以你怕了？我怕。我做暗访矿难报道的时候，你还在读大学，我是在提醒你，这一枪打出去，不光周鼎会反扑，台里也会有压力，你扛得住？扛不住也得扛。素材什么时候能给我？今晚，李薇把旧试菜笔记、供货商收据和菜单草稿都整理出来了。行，但我有一个条件，李薇必须亲自出镜，把他和张强从合伙到分家的经过一个字不大的讲清楚。成交。陈宁答应了，后天录专访，你得把所有事儿从头到尾说一遍。好，还有一件事儿，陈宁说周鼎去年给省台投了800万广告费。你的意思是，这期节目有可能播不出来？台里会有人施压，但陈宁那个人压不住。最坏的结果是节目被撤，但素材可以走网络。李师傅，我们从头说起。你和张强最早是什么关系？发小，一个村出来的。那当初为什么选择跟他合伙？他说他出钱，我出手艺，5-5分，我信他。合伙协议呢？没有，他让我签的是劳务合同，说先这么走个形式，等生意稳了再改。我当时既然是合作，就不需要那么多防备。后来呢？1年，我研发了28道菜，把一个空壳子做到了年流水700万，年底分红1万块。现在周鼎餐饮集团拿着一份合同，说你研发的所有菜品配方和工艺权益归大强饭馆所有，而张强已经把这个权利转让给了他们，你怎么看？那份合同我签的时候只有2页，现在变成了5页，多出来的3页我没见过，也没签过。各位观众请注意，我们请专业人士初步比对过这份合同，前2页与后3页的纸张边距相差2毫米，行间距和字体渲染方式均存在明显差异。李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周鼎集团真的起诉你，你打算怎么办？那就让他们来，我这辈子就会江西小炒，谁也别想拿一张假纸把我的锅铲夺走。什么时候播的？还没正式播，这是网络预告，15分钟前上线的，已经30万播放了。我让你查周荣的软肋，查了吗？查了，他父母是退休教师，没有债务，没有案底，他本人在台里风评极好，今年刚拿了省级新闻奖。哼，那就从台里压，800万广告费，总有人替我说话。已经联系了台里的广告部主任，但陈宁那边广告部管不了他，他是台里的金字招牌。那就让张强出来反咬，他签了保密协议，但没签封口令，让他公开说李薇偷了他的配方。这样的话对我们未必有利。忘恩负义，把水搅浑，只要公众不在一边倒，能让李薇那个店就开不起来就够了。张老板，网上都在说你坑了李薇，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才是被坑的那个人。李薇在我店里学的手艺，用的我的食材，我的灶台练出来的，店是我的，菜也是在店里做出来的。现在翅膀硬了，把我一脚踢开，还反过来说我偷他的。但那期节目里，你们后厨全是预制菜啊。那是我走投无路，他突然撂挑子，我上哪儿找厨子？我承认我用了料理包，但那些菜配方是我们一起研发的。他凭什么说都是他的？微微，你快看，那个张强在网上说你偷他配方，底下好多人骂你呢。让他说。你怎么不急呀？李薇，你看这个。这个帖子半小时前出现在本地最大的论坛上，已经被转发了8000多次。谁发的？不知道，但内容非常详细。周鼎集团过去2年收购了5家本地餐馆，手法一模一样，先低价买断配方，再用法律手段逼原创者退出市场。我不是第一个，
对，你不是第一个，但你可以是最后一个。台里打来的，怎么了？台里通知，明天那期专访被撤了，广告部以内容存在争议，需进一步核实为由，压下来了。那怎么办？他们只能压电视台，压不了互联网。台里的事儿我知道了，我刚交了辞职信。你为什么？干了8年，替台里挣了多少收视率？现在一个广告商打个电话就能毙我的片子，我伺候不了了，素材我全拷出来了，完整版一刀没剪。李薇，你那个摊子前面能同时架3台机位吗？你想干什么？直播。不过电视台不等他们层层审批，你现场炒菜，陈宁现场连线，把专访素材、合同对比、周鼎集团的收购记录全部一次性放出来。在我摊子上？对，就在你的灶台前面，让全网的人看着你炒菜，同时看清楚这些人干了什么。什么时候？明天。赵总，陈宁辞职了，而且他把所有原始素材都带走了。辞职？他疯了！据说明天李薇要搞一场网络直播，陈宁会参与连线。明天？消息已经在网上预热了，好几个大 V 都在转发。起诉，今晚就把起诉材料和诉前禁令申请递上去。明天一早先让律师函送到，赶在他直播之前送到。我倒要看看一个被周鼎起诉的人，还怎么在镜头前装受害者。今晚递材料，正式送达时间是……我不管，找人加急，哪怕花钱也给我递进去。各位观众，今天这场直播没有台本，没有彩排，你们将看到一个手艺人最真实的一面，他怎么炒菜和他经历了什么。大家好，我是陈宁，前省台干卫12仙主持人。今天我以个人身份向大家公开一份关键证据，请注意看，左边是李薇当年签署的劳务合同前2页，右边是周鼎集团提供的5页版本。前2页字体为宋底小4，行间距25磅，后3页字体虽然也是宋体小4，但行间距变成了22磅，页边距差了2毫米。这不是同一台打印机同一次打印出来的文件，这是周鼎餐饮集团的律师函，对方主张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及不正当竞争，请你在期限内做出回应。各位，律师函可以等，菜不能等。江西小炒绝不会让客人等，也绝不会认输。李师傅，请问你对周鼎集团的律师函怎么看？锅里有菜，等我炒完。各位媒体朋友，采访环节等直播结束后统一安排。现在请给李师傅留出操作空间。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周鼎，不止你一个案例，他们对5家餐馆都用过同样的手段。证据够了吗？够了。如果5个案例形成证据链，这就不是普通民事纠纷了，涉嫌合同诈骗和商业欺诈。张强这个狗东西，张强是帮凶，张强卖朋友配方换50万，畜生！王才，网上都在骂我，你们说好保我的，现在怎么回事？张老板，你冷静一点，舆论的事儿我们会处理。处理？你看看弹幕，我的名字、我的照片全被扒出来了，我现在出门都……张老板，我提醒你一句，你签了保密协议，你和赵总之间的任何合作细节一个字都不能对外说，否则每月监视配方费的10倍，500万。500万，我连5000块都拿不出来了。赵总，舆情已经完全失控了，微博热搜前3全是我们，话题阅读量破了8个亿，
周鼎伪造合同打压手艺人这个标签已经删不掉了，越删转发越多。那个匿名帖呢？发帖人已经实名了。我们去年裁掉的区域经理孙磊，他手里有完整的内部邮件记录，包括您签批的5份配方工艺权益收购方案。赵总，如果孙磊把那些邮件交给司法机关，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赵总，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来了，说要查看我们近2年所有餐饮板块的配方工艺权益交易档案。赵总，现在还有一个选择，主动撤诉，发声明道歉，把所有责任推给张强，切割干净，保住集团。撤诉声明，你来写。张强，我是涉嫌伪造合同材料，协助合同诈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不是我伪造的，是赵鹏飞让我，是他们逼我的。到了再说，请配合。怎么样？合同伪造认定成立，周鼎集团全部诉求驳回。赵鹏飞因涉嫌合同诈骗和伪造商业文书，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李师傅，周鼎集团已经发了公开道歉声明，你接受吗？道歉是他们的事，我只关心明天的菜够不够卖。薇姐，我还能来你这儿干不？愣着干什么？3号桌的菜该上了。好嘞。我没点这个，我请的。你知道吗？张强因伪造合同材料，协助合同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赵鹏飞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万元。周鼎餐饮集团赣菜板块全面停业整顿。知道。